老子明天再来收拾你！我乃神医门无崖子，此处是我神医门传承空间。欧贝鲁小家，我将清除你脑中的淤血，还你正常人的智商，赐你神医门的医术传承。出去后要谨记，医者仁心，悬壶济世。我不傻了，还获得了神医门的传承，学会了通天医术，这样我就能保护好嫂子了。慢点儿，使那么大劲干嘛啊？弄疼我了！小佳，你这么强壮，也不知道收着点力，这衣服都快给嫂子拧破了。嫂子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又能怎么样？翠莲嫂子，我虽然3年前摔坏了脑子，但我有的是力气。你家里要是有重活，你尽管告诉我。翠莲，我可算找着你了。刘顺德，你来干什么？翠莲，你怎么在这跟一个野男人私会？快啊，快嘴一个！刘顺德，你不准碰我翠莲嫂子！臭小子，你敢拦老子是不是？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解开！小佳，你醒醒啊，小佳！你小子装睡是不是？老子明天再来收拾你！我乃神医门无崖子，此处是我神医门传承空间。欧贝鲁小家，我将清除你脑中的淤血，还你正常人的智商，赐你神医门的医术传承。出去后要谨记，医者仁心，悬壶济世。我不傻了，还获得了神医门的传承，学会了通天医术，这样我就能保护好嫂子了。小佳，你醒醒啊，小佳！小佳！你快醒醒啊，小佳！小佳，你怎么样呀？小佳，虽然翠莲嫂子不是我的亲嫂子，但毕竟是一个村的，我怎么能有那样的想法？小佳，你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嫂子，我没事了，让你担心了。哎，小佳，你说话怎么不结巴啦？你这是饿了吗？嫂子给你做肉了，先吃饭吧。谢谢嫂子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快坐下，我给你看看。我这老毛病，估计来大姨妈了，这么多年，一直这个样子。这事儿可不能马虎，我还给你看看吧，你放心一点。你这个小傻子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看病呢？那你想怎么给我看？炎症，妇科炎症，治疗办法：针灸疏通全身血脉。
我学到的医术居然这么厉害，直接把病情和治疗方法都显示在我面前了。怎么样，小佳，我没事吧？嫂子，你这个是妇科炎症，我有办法。你把外面的衣服脱掉，我给你针灸扎一下，等你一身血疏通了，你就不疼了。嗯。嫂子，算了，你还是别脱了。你这小子，我是你嫂子，你在给我治病，你还害羞什么？嫂子，你还是别脱了吧。怕什么？嫂子还能把你吃了？天哪，有这种技术，我以后恐怕真成神医了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肚子真没那么疼了？小佳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没事就好啊，我再给你按一下穴位，这好的更快啊。好了。嘿，小佳，嫂子，天太热了，你快放开。怎么，你嫌弃嫂子是寡妇，还是嫌我不够漂亮？嫂子，我是个大男人，我怕忍不住犯错误。切，没想到你这臭小子嘴还挺甜的，你居然真的治好了我这么多年的病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那你有这么高的医术，有没有想过去城里发展发展？我从小就在这农村长大的，这些年全靠着你和乡亲们的帮助。我现在学会了医术，我想带着乡亲们一起发展致富。小佳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嫂子都支持你。那既然你傻病都好了，现在你应该也算是个正常男人吧？你应该也算是个正常男人吧？好了，嫂子今天被你折腾累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好。啊，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佳，你今天怎么看着跟之前不一样了？你好了？兰婶儿，昨天小佳磕着脑袋，没成想给傻病磕好了，现在是正常的了。老天开眼呐！我们小佳终于开窍了。妈，我爸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儿子，你爸出事儿了。我爸，你说清楚出啥事了？为了给你娶个媳妇儿，你爸他想着在城里给你买套房，就跑到工地上去打工，不小心砸到头了。那我爸呢？你爸现在在村卫生院呢。工地上的人说他是自己不小心受的伤，不肯赔钱，我就只能回家想想办法。混蛋！我爸平时这么细心，怎么可能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这钱要回来。好，小佳，你可不能那么冲动啊！现在你们家就剩你一个男人，你这要是再出了事儿，你要兰婶儿咋活呀？对，小佳不冲动啊。妈，放心，你先带我去趟医院，我能把我爸的病治好。你别胡说了，人家医生都说了，
你爸这次伤得可严重了，得去那个城里的大医院做手术才行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能把我爸的病治好。兰婶儿，你要不就相信小佳一次，我总感觉他跟之前有些不一样。病情：颅内淤积、淤血堆积。治疗方案：一、开颅；二、化阳神针，点穴疏瘀。嫂子，银针给我。行针关键点位：鸠尾、巨阙、上脘、中脘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妈，没事了，我爸明天就能醒过来。小佳，这次多亏了你呀！你先跟你翠莲嫂子回去，这里有妈呢，妈照顾你爸。妈，我不回去，我就在这陪着爸。小佳，你看你这满头都是汗，要不兰婶儿不回去，我给你做饭吃。要不兰婶儿不回去，我给你做饭吃。对，儿子，你赶紧回去歇歇吧啊！啊，小佳，这大热天的，咱俩喝点儿。嫂子，不喝了，我待会儿给我爸送饭去呢。喝2杯又没事儿，来。小佳，现在家里就我们2个，难道你不想做点什么吗？嫂子，你喝醉了吧？要不你先去我房间里面休息会儿，我去给我妈送饭。小佳，自从我老公走了，我就没有跟男人说过话，难道你就不能陪我说说话吗？嫂子，你肯定是喝醉了。嫂子没喝醉，虽然我嫁过人，但我老公还没来得及碰我就死了。嫂子从来没碰过男人，我身子还干净着呢。如今你是单身，我是个寡妇，不如我们……翠莲嫂子，你喝醉了，况且我们还是一个村的，不太好。你这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，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告诉我。嫂子，你先休息吧。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，你逃不掉了。小佳，妈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有妈呢啊！妈，我想在这儿陪陪我爸。咱娘俩都在这儿，那家还要不要了？快回去！妈妈，你别生气，我回家。对了，我记得昨晚那个神医秘术里，不只有医术，还有风水武道什么的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学习一下，学习武道，防身罩身，通背拳。哎，小佳，你干嘛去啊？嫂子，你知不知道我爸干活那个工地是谁负责的？好像是咱们村那个李富贵，这2年挣了点钱，在村口盖了别墅。怎么了？我就问问。哦，李富贵，我爸受伤这笔账，我要和你好好算算。
李富贵，给我滚出来！陆小佳，哎呀，什么风把咱们村的傻子给吹来了？你来干嘛？我们家不欢迎你，没事的话赶紧滚蛋！怎么，你还想跟我动手啊？陆小佳，我劝你别过来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也是要坐牢了。我怕什么？我是个傻子，就算是打死你这条恶犬，就当是为民除害。嘉哥，我说错了，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您了，您到底找我做什么呀？我爸在你的工地受了伤，你非但不管，你还推卸责任。该赔多少钱，我1分钱都不会多要。但是你要是不给的话，我叫你死这儿。误会啊，嘉哥，我想亲自登门拜访来着，一时忙没空。工资和补偿款一共5万，我现在就给您拿。嘉哥，陆小佳，你个混账！今天这事儿不会这么算了。小佳，妈，这钱你拿去，给我爸买点营养品。小佳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妈，你别担心，这是李富贵给的。你是不是去打架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妈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。咱家条件不好，你爸最近身体也不好，这5万块钱也不过就只是能解燃眉之急。这些年我脑子不灵光，也找不到好工作，全靠爸妈赚钱养着，真是太对不起爸妈了。如今有了医术医学宝典傍身，我要好好利用这医学传承，好好赚钱，给爸妈改善生活。妈，你以后不用操心了，家里没挣钱就交给我。好，我的小家出息了，我去给你爸送饭，你在家好好歇歇啊。这通背拳究竟有多大的威力？这力量也太恐怖了！这一拳要是打在人身上的话，那还了得！小佳，嫂子帮你们把地里的菜收了，太重了，快帮我抬一下。来了，嫂子。小佳，你看嫂子漂亮吗？漂亮。那嫂子一会儿陪你去镇上把菜卖了，你也补贴补贴家用。好。小佳，你觉得我这样穿的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？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检点呀？没有的，嫂子，那城里人都这么穿，我觉得挺漂亮的。那你要真喜欢，嫂子天天穿给你看。哎，大娘，新鲜的菜啊，你来看看。啊，亮哥，这是下个月的摊位费。这是下个月的摊位费，以后还得请您多多关照。没想到咱这镇子上还有这么带劲的女人，我以前怎么就没见过？亮哥，你看上这个女人了？我倒是有办法让她过来陪陪你。你认识这个女人？嗨，我跟她一个村的，她老公死了，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，在家守寡，家里没男人。好，你只要让那娘们儿给我陪高兴了，以后啊，你这摊位费我不要了。一言为定啊，亮哥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就回啊。翠莲妹子，你们也来摆摊啊？是啊，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。翠莲妹子，这样，我呢给你500块，你摊位上的菜我全都要了，钱你也不用找了。啊，
不用，我们在这儿卖一卖，晚上估计就卖完了。翠莲妹子，几百块钱的事儿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。这样，你给哥个面，哥呢有个兄弟想和你聊聊天你放心啊，就是简单聊个天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只是卖菜，也没多少时间。哼，翠莲妹子，你这是不给我面子。你要知道，在这条街摆摊呢，可是要收摊位费的。你如果执意跟我过不去的话，就不要再继续摆摊了。啊，小佳，那我过去一下。行，嫂子，你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亮哥，秋莲妹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亮哥，在咱们县城内可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哎呦，翠莲妹子你好。亮哥，你好。哎呀，翠莲妹子，别客气，这以后啊，咱们就是朋友。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我一定帮你出气。哥哥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啊，好的，谢谢你，亮哥。哎，既然咱们都是朋友，那咱们不如一块吃个饭，喝点酒，庆祝庆祝，怎么样？不用了，我们还挺忙的。妹子，咱们现在就是朋友，是吧？给个面子呀，大家一起吃个饭也要不了多久吧。臭女人，K 脸不要脸是吧？你竟然不给我面子，今天必须跟我去吃饭，不然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是你先不给我面子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是你先不给我面子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秀莲姐，有人买咱的菜了，聊得差不多就赶紧回去吧，咱得做生意呢。哎，傻子也敢在这放肆，还不赶紧滚，别耽误我们正事儿。臭小子，赶紧滚！没看到我和你姐正准备吃饭呢吗？你来这里瞎掺和什么啊？那我要是非掺和呢？那你就是找死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小佳，嫂子没事，有我在。我刚练了通背拳，正好想找人练练手呢。小佳，你一个人小心点儿。我弄死你！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东西啊？赶紧滚！再让我看到你们，打死你们！敢得罪我，你给我等着！小佳，你敢打亮哥？我跟你说，你玩完了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可被你害惨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吓到了我嫂子，怎么着也得赔个100万精神损失费吧？要是不想给钱的话，我不介意送你去医院住几天。我给。翠莲姑娘，钱我转过去了，你看能不能放我走啊？等等，我觉得还是让你好好长个记性。你敢打我？小佳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小伙子，你太棒了，替天行道。就是啊，你那个亮哥呀，就是地痞流氓，平时没少欺负人。小伙子人不错，种的蔬菜也不会差，这些我要了。卖给我吧，这些菜我全要了，我出1000块钱。小弟弟，这一摊菜5000块，我包了，能卖给我吗？能。什么？5000块？啊！哎呀，走吧。走吧。我转过去了，你看一下。只是这么多菜，我一个人拿不下呀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行，我来送送你。嫂子，我去一句话。好。姐，
我这脚上都是泥土，还是不进去了吧？你别拘束啊，弟弟，就当自己家一样，进来坐坐再走啊。啊，行。快进来吧。你快坐下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姐，你结婚了？我已经离婚了，我女儿在外上大学，并不常回来。至于我前夫呢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。哦，竟然已经有了女儿，还上了大学，居然还如此风韵犹存。怎么了？嫌弃姐姐年纪大了吗？要论年纪，你可得叫阿姨了。来吧，弟弟，喝水吧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体虚导致的急性肠胃炎，治疗方案：一、针灸；二、穴位按摩。你还会看病？当然了。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医术。姐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今天可以帮你看一看。你这小子真有意思，那你帮我看一下吧。臭小子，你看什么呢？姐，我在给你检查身体呢。这个急性肠胃炎只是一种外在表现，你这应该是体虚导致的气血不畅，所以你每个月来大姨妈的时候有血块。你说的情况确实有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当然，这都小菜一碟。姐，你现在平躺下吧。什么？你躺沙发上呀，这样我才好操作呀。好吧。姐，你这种情况最好用针灸，不过我没带银针。我先用按摩的手法帮你缓解一下疼痛。这神阙、气海、关元是最重要的穴位，可以通过按压来缓解痛经、气血虚弱等各种症状。干什么？我帮你按压穴位，可缓解疼痛。哎呀，这小腹再往下的位置恐怕有些私密了，他不会当我是色狼了吧？姐，是我考虑不周了，实在抱歉啊。我应该先告诉你这些穴位分布在什么位置，是我草率了。你看这穴位图，它就在你小腹周围。不好意思，弟弟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姐，咱们开始吧。好。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感觉小腹有些发热。这是你身体的血液开始加速运行了，等你身体热起来就没事了。好了，姐。真的好了，弟弟，你真厉害。你可别想歪了，我说的是你医术高明。姐，你既然现在已经好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我嫂子还在集市上等我呢。那我便不留你了，先稍等一下。这2瓶酒你带回去给你爸喝。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要不是你，我这肠胃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治好呢。这酒也是顾客送的，我一个女人也不喝酒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好，谢谢姐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妈，
小佳，你回来了，小佳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次多亏了你啊！爸，你放心，以后这个家就交给我了。好。哎，爸，我在镇子上给你买了一点补品，你待会儿吃了会恢复的快一些。你看这孩子花这冤枉钱干什么？过2天我就好了。哎呀，爸，没事儿，这些是我嫂子在镇上卖菜赚了好几万呢。什么？小佳，这卖菜能赚这么多钱啊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今天在镇上，我帮他们赶走了地痞流氓，他们都很感激我，所以咱们家的菜就很快卖光了。小佳，以后不能再这么冲动了，得罪了镇上的小混混，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的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啊。小佳，那你赶紧去睡觉吧，啊。哎，秀琴婶子来啊！你是来找我爸妈的吧？不，小佳，婶子专门来找你的。哦，那你里边请吧。不知道您找我啥事儿？来。好。有事，也不是大事。婶子，你是来找我看病的吗？算是吧。那就你说说呗。啊，我保证不给你说出去。我听你嫂子说你医术很厉害，什么病都能治，我就想过来试试。婶儿，你有啥病你不妨直说啊。就是男女那方面的事，我不感兴趣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婶儿啊，那个咱有病就治，啊，不用害羞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咱们国家很多女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骗你干啥，婶儿？那很多女人跟你情况都一样呢，然后通过这个医学的手段给你调理过来。没关系，我先给你把把脉。啊，好。病因：神经紧张、气血不畅。治疗方法：针灸点穴，中药辅之。啊，婶儿，你这个病啊，还有一部分是心理原因导致的。别急啊，待会儿呢，我帮你针灸一下，然后再给你开几副药，1个星期就好了。你说的真的吗？嗯。那要是这样，真的太好了，小佳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婶儿，你先别急着夸我，等我给你治好了你再夸。就先去那儿坐着，我要在你的腰间进行针灸。好。小佳，这要是被外人看见了，对你我有影响都不好，你不介意吧？没事儿，背过去吧。啊，好。小佳，你简直就是神医！我刚才有一种心潮澎湃、激动的感觉，这是我做女人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婶子，先别激动，我再给你开几副药，必须按时吃，1个礼拜后方可行事。谢谢你，小佳。来。谢谢你，小佳。那总共多少钱？婶子，你跟我嫂子这么熟，我怎么能收你钱呢？哎呀，你这份恩情，嫂子记下了。小佳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那个秀琴来找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还以为她是来找我的呢。没啥事儿。啊，吃吧。嫂子，你这做的菜越来越好了。你这个小馋猫，我这是特意给你留的，快吃吧。哎，你慢点吃，小心噎着。秀清嫂子倒是给我提了醒，现在的男女作息不规律，很多导致这方面生活不协调。要是我利用这后山的草药，根据神医秘书的配方制作成大力神丸去买，那还不是热销啊？况且这药草都是野生的，根本不用成本。
嫂子，我呢下午出去办点事儿，你帮我看会儿家。你要去干嘛？这不是天比较热了吗？我想去后山采点药，然后做成丹药出去卖。那行，那你到山上注意安全哈。好。我做出来的这批大力丸效果贼猛，隔壁家养的狗子吃了，都在村里学了一天的功夫。小伙子，你这药丸多少钱一颗？有用吗？1000块钱一颗。年轻人想钱想疯了吧？就这药丸敢卖1000块钱？就是，骗人都不打草稿的嘛！一颗药丸1000块，谁知道管不管用啊？把我们大伙儿都当傻子骗呢！各位别急啊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它神奇药丸卖这么贵吗？切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这对男人的功效都差不多，没什么用。我这个药丸纯中药打包，对身体一点危害都没有，而且呢，吃了立马见效。这样，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试一试啊？不要钱。我常年不行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你有本事，你给我治好。神医啊！我居然有感觉了，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啊！我现在感觉斗志昂扬，能站一整天。好药丸，好药丸！哎，小伙子，你这药还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行。有钱就了不起啊！我加钱买。我也要。有！你们这吃人疯了吧？印度神油都不敢这么贵，简直是天价中的天价。不是，这个江湖骗子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呀？为了这么小一粒药，就要给他这么多钱？这不是王雅柔全家福里的女孩吗？这应该就是她的女儿了。王晶晶，雅柔姐的身体怎么样了？不会就是我妈说的那个医生吧？卢小佳？是我。看来这小伙子确实是医生，有2下子。最后我一定要抓住机会抢购。小伙子，1888一颗怎么样？这个数字多吉利呀！成交。来，哎，慢走啊，大妈。神医，这药也太少了吧，我们都没买到啊。这批那个药丸卖没了。这样，你们呢把这个电话留给我，等再有这个药丸啊，我就给你们打电话。来。晶晶，这给你。我又没那方面需求，我不要。这个是美容养颜的，效果特别好。真的啊？多少钱啊？我给你。雅柔姐对我不错，还给了我2瓶茅台，就当是还她人情了。别那么客气嘛，我送给你。这多不好意思呀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去我家吃饭，我妈正好也想见你，她挺想你的。雅柔姐这么说的？对啊，我妈可喜欢你了，她说你人长得帅，心地也善良，值得托付。走吧，我妈挺想见你的。今天恐怕不行，我回去还有事儿呢。这样，等回头我登门拜访。那行，谢谢你啊，你给我那个东西，再见。拜拜。这话虽如此，怎么这么容易让人想歪呢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欠了我们不少钱，还有你家盖的房子，你们要是还不上的话，就赶紧滚出去吧。富贵兄弟，钱我一定会还你的。你看我现在身体也好了，我跟我儿子一起上班打工，挣了钱我全还给你。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们几天？不行，这1万块钱我今晚就要看到，不然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兄弟们，把这个寡妇和这2个老东西给我赶出去！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了。上！李富贵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人家当时就借你5000块钱，你这什么利息啊？让人家还1万块钱！就是，你也太不讲理了。谁再敢替他们说话，别怪老子教训他！一群怂货！呸！平常大白天家里也没个客人，
怎么今晚这么热闹？爸妈嫂子会有什么事儿吗？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要救救谁！你小子还敢回来？上次打了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今天说什么都不会饶了你们。反正是他卢家欠我钱，怎么说都是我占的。今天我便要让你卢小家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我要好好羞辱你一番。李富贵，你还敢来找我？你是皮又痒痒了吧？不想挨打的话，就赶紧滚回去。卢小家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要滚的人恐怕是你们才对吧？不就是1万块钱吗？我早就听说了，我赔给你们的5万块，你早就拿出去还了。你们现在穷的叮当响啊！你拿什么钱给我？卢小家，我现在发发慈悲，给你个机会，不想抵押房子的话，现在立马给我跪下来，磕3个响头，叫声爷爷。我可以过几天再过来要钱。来呀，叫啊！不就是1万块钱吗？我给你2万，多的1万呢，就当是买你的命了。滚！你，李富贵，赶紧滚，不然后果你可是知道的。我弄死你丫的！通背拳！陆小佳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再敢来骚扰我的家人，我打断你们的狗腿！走！谢谢各位了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家都要被李富贵给祸害了。小佳呀，还是你厉害，给大家出了口恶气。就是，像李富贵这种村霸，就得好好教训。没错，卢小佳，你做的对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哎，走走走。小佳，你没事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没事，嫂子，那个是我在后山采了大补药做成药丸，然后去城里面卖的，在城里啊可抢手了。你这么厉害呢？那你以后可真成咱卢家顶梁柱了。走吧。走。爸妈，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，从明天开始我就去后山采药，再制药卖钱，卖的钱啊给咱们家还债，咱多的钱呢就给你们买好吃的，买新衣服。好。小佳，你可太厉害了！你把婶子多年老毛病治好了，让婶子也当回女人。你不知道我这几天多幸福，我恨不得天天躺在床上。婶儿，医者仁心那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对了，小佳，你是大学生，交女朋友了吗？还没呢，婶儿。哎呀，那太好了啊！不是，婶子的意思是我女儿也刚毕业，也没有交男朋友，改天介绍你俩认识认识。我还没想着找对象呢。你别不好意思啦，我跟你说，我女儿可是校花级别的，身材好，脸蛋俊，你放心，你要是娶了她，肯定给你生大胖小子。婶儿，这真不用啊。哎呀，你别不好意思啦，婶子也年轻过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改天我把她带过来，你俩单独相处一下。啊，对了，你没事来婶子家吃饭吧？婶子家那位在村子里能说上话，你有事找我，婶子帮你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婶儿，您慢走。好，我走了，拜拜啊。哎呀，不早了，跟嫂子约好去城里买药材、逛街来着，还好骑了2个摩托车，应该赶得上。小佳，我们走吧。行，走吧。小佳，我今天漂亮吗？漂亮。可惜啊，我都老了。你不老，你永远都18岁。就你油嘴滑舌，还说你没女朋友，都不知道在外面祸害多少小姑娘了。
你绝对都是冤枉我呢。上车吧。小佳，咱们为什么不去药店，要来药材厂呀？我要的这些药材啊，比较繁琐，种类也比较多，这里面齐全，能买到。小佳，你真厉害。哎，小佳，那是干嘛的？那是鬼市，运气好的话，能在那淘到有用的宝贝，一夜暴富呢。不过呢，这里鱼龙混杂的，容易被骗。那要不咱们进去看看？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场景呢。行。哎，小佳，那是什么呀？怎么那么多人都买那个石头啊？这是赌石，所谓一刀穷一刀富。不过这里面水深得很。哟，这么厉害？你要不去看看？行。哎，小伙子，看看，都是好石料，货真价实啊！哎，石料天然翡翠，评价质地均匀无杂色。对了，神医秘书里面的内容不止医学、武道，还有剑法。现在有了这个异能，所以能看到石料具体的信息，太好了。老板，你这个石头要多少钱？这个小子一会儿拿起一会儿放下，一看就是个新人，我得好好的宰他一笔。小伙，你的眼光可真好啊！这块石料那是相当的不错。这样，你要想要呢，8000块卖给你。8000？500块钱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这是屠龙刀啊！这样吧，5000块卖给你，怎么样？我就500块钱，你不卖就拉倒。哎，回来，500就500，哎。老板，麻烦你直接帮我切开呗。哎，行。稍等啊。好了。怎么可能？翡翠，上等的翡翠啊！稍等等，怎么可能这啊？快给我呀！翡翠，哇！小伙子，我能看看你的石料吗？刘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小伙子？啊，当然可以啊。这个石料能让我吗？我可以出30万买下。哇，30万！我去！哎，老先生，您说的是真的？要是30万，一定可以还清家里所有的债务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把你那个银行卡号给我。啊，行。给。银行卡收款30万元。对了，老先生，我这一块石料估计也就值20万吧，你总给我30万。这个料子虽然只切开一角，但是要全面切开的话，甚至能抵上冰种翡翠。要是再有个顶级的雕刻大师，此料价格翻倍。我刚好认识一个顶级的雕刻大师，算起来我还占你便宜呢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小伙子。行。走。呸！过来。马上联系一下刀疤老大，我要给这小子一个教训，不然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好，去。小佳，这可是30万呢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待会儿咱们回去，我带你吃好吃的，给你买套衣服。走。臭小子，站住！看来是眼红我赚这么多钱来找麻烦了。嫂子，躲到我身后，别乱跑。小佳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拿了30万，就给了我500块钱，赶紧把钱给我拿过来，快！你我2人做生意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他不管切的是赔了还是赚了，他都跟你没关系。抢劫就抢劫，还找理由，真恶心。
呸！今天不管你怎么说，必须把钱给我转过来，要不然别怪哥这个不客气。那我偏不呢？你这是找死！哼，上！就你们这些伎俩啊！你要做什么？妈的，今天亏大了！咱们走，走。啊，小佳，这城里吃饭也太贵了，这一顿饭都要好几百块呢。不用担心啊，嫂子，咱这会儿有钱了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走，我再带你买身衣服。这算了，这城里衣服这也太贵了，根本买不起。嫂子，我病没好之前啊，多亏了你，经常照顾我们家。现在我有钱了，就该好好给你买身衣服，别管价钱。走。先生、女士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美女，我们先自己看看，有需要了叫你啊。好的，先生，您慢慢看。哎，想买什么？小佳，你看我穿这件怎么样？不好看，这件显不出你的身材。我觉得你应该穿这种束身的连衣裙，把你腰收起来。臭小子，原来喜欢这种类型。不行，这也太贵了，我不试了。美女啊，这个裙子我们能试吗？哎呀，可以。嫂子，我觉得这件真的很漂亮，你去试试，试试。好吧。先生，您看您有需要的吗？我们店中衣裳都是新款。这段时间确实赚了不少钱，给爸妈也买身新衣服。美女，帮我打包刷卡。哎呦喂，这不是农村那个穷小子吗？他是农村和我有过婚姻的赵曼曼，后来他和村长的儿子搞在了一起，就处处针对我。陆小佳，你一个农村人也配来这高档服装店？你买得起吗？这里一件衣服顶他1年工资了，他还敢在这做，真不要脸！人家没赶他出来，真是意外。穷人的脸皮啊，就是厚。我觉得这家店的价格很亲民，谁说我买不起了？亲民？陆小佳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你知道这里的衣服多少钱吗？居然还敢这么大言不惭！那我要是买得起怎么办？你要是买得起啊，我就下跪给你。这种地方只有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公给我买的一双鞋就8000块，8000，你一个月赚得了8000块吗？哼，不是回农村了吗？哪里来的收入啊？美女，美女，这家伙在这儿根本消费不起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，省得在这碍眼，说不定我心情好了还要来你这儿消费呢。先生，你搞错了吧？这位先生是我们店贵宾黑卡 VIP， 你再敢侮辱这位先生的话，就要赶你出去了。是什么？你没搞错吧？他就是个农村人啊！这位先生刚刚在我们店刷卡刷了15万，单笔消费10万以上，所以获得了我们店的 VIP 黑卡，以后全场消费9折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他就是一个农村来的土狗而已啊！这位先生，你再敢侮辱我们贵宾的话，我现在就赶你出去。这小子是发了什么横财了？8000块我都要咬咬牙，这小子10几万都不眨眼。8000块钱买双鞋就在这炫耀，我一出手就是10几万啊！我说什么吗？我不也没骄傲，不还是低调的很？你有钱了不起啊你？你这土狗根本不会有女人喜欢你。恐怕你要他一辈子光棍了。亲爱的，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？亲爱的，算了，我去接傅夏雨了。亲爱的，我觉得比刚才那件漂亮多了。这2个人是不是就是把你从医院赶出来的狗男女啊？看着，我给你出气啊！
亲爱的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给我买这么多漂亮的衣服。你和这土狗究竟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他是我男朋友，你要是再敢说的话，你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亲爱的，这里的内衣也不错，今天晚上我穿给你看。其实啊，我还要谢谢你们俩呢。要不是你们俩把我从实习医院赶出来，我也不会变得这么有钱，也不会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这人品好啊，羡慕不来。还有田超，像是这样的飞机场，你也能上？你不嫌硌得慌？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还是我的女朋友好啊，这种幸福啊，你永远体会不到。美女，帮我们把这些内衣都打包，刷卡啊。小佳，今天买衣服的钱，嫂子回去给你哈。嫂子，你可别说这么见外的话了。你以前也没少照顾我。再说了，今天你替我解了围，这些就当我送你的礼物。小佳，你要不要去我屋里坐会儿？那个天儿也不早了，算了吧。你给我买这么多衣服和内衣，难道你就不想我穿给你看看？这不太好吧？当然不好。你以为嫂子是那种女人啊？是啊。小佳，嫂子是结过婚的人了，不能让村里的人嚼舌根。嫂子真是的，把我撩拨得欲火焚身，结果就这么回去了。小佳，你现在呀也恢复正常了，这老在家吧也不是个事儿。你以后准备干点什么呀？爸，我准备在村里开个诊所，然后没事的时候去镇上卖点药材。儿子，我觉得你还是去考个公务员。哎，你说你现在也健全了，脑子也好使，你一定能考上。至于开什么诊所，我看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，爸？哎，你不懂，铁饭碗啊才受人尊敬。你想想，你就算开个诊所，在村里边混，什么时候才能娶到媳妇儿？我和你妈还着急抱孙子呢，这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连个对象都没有。爸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小丫头，你开这是奔驰车吧？车开得好，人也漂亮。你城里来的吧？大爷，这是卢小佳的家吗？你找小佳呀？我是他朋友。小丫头，你是他女朋友吧？大爷，您别乱说。晶晶，你咋来了？是不是雅柔姐让你来的？不是的，是我来找你。你给我的那个东西啊，太好用了。你看我的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水嫩了？我给你那个叫养颜丹，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那么奇怪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是一时激动，没注意哈。什么养颜丹？小佳，怎么从没听你说过？卢小佳，我要批量订购你的养颜丹。你要那么多干嘛？反正你有多少给我多少就是了。这是定金，以后呢我都在你这儿进货，咱俩合作，我保证你1年能赚几10万。什么？几10万？小佳，我早就觉得你能成大事，以后有钱了记得回来建设咱们桃源村啊。我以后要是有钱了，我第一个把咱村路修了。这钱啊，你先拿回去。那养颜丹啊，我送给你和雅柔姐，毕竟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嘛。我猜你拿我的养颜丹回去，是不是也是为了赚钱啊？没错，你1粒卖1000元，我按市场价2000回收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拒绝。啊？为啥呀？这原本呢，这个养颜丹跟神奇药丸，我只是想试试功效，没想到那么多人追捧。现在呢，这个配方也只有我一个人有，我就想着搞个独家代理。要是再能有一个品牌的话，那赚的可就不是几10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都可能了。你是不是也想靠养颜丹开公司啊？我确实是这样想的。不用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我知道呢，你不缺钱，你可以成立一个公司，专门搞这个美容。我呢负责生产养颜丹，到时候啊，你负责销售，咱们再成立一个独立的美容品牌。我一开始只打算在朋友圈售卖，你这么一说，确实可以开个公司，咱们主打养颜系列。要是真能大卖，
至于分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帮你买一。虽然养颜丹功效厉害，但光靠我一个人在镇子上吆喝卖售也不是办法。如今有人帮我做品牌，那我就可以做个甩手掌柜了。我同意，我呢要40%的分红，你呢就拿60%全权掌握公司，我不会干涉你，怎么样？好，那咱们现在就签合同。卢小佳，我算是小瞧你了。合作愉快啊，王小姐。合作愉快。哦，对了，说起你们村里的路，你们村里的路也太差了吧！我车开过来的时候都抛锚了。那只能明天喊拖车来了。不过没事儿，我妈正好做了家常便饭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咱们一起吃点。你说的我跟娇生惯养一样。走。江江，天儿不早了，今天晚上啊，你就只能睡我家了。那我睡哪儿呀？跟我睡一块儿。这不太好吧？啊，你别误会啊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那行，那我关灯了。怎么了？虫子，有虫子！在农村里边有一个半个虫子很正常的，别怕。没想到王晶晶抱起来这么有料，跟王翠莲比起来也不相上下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这样可以了吗？好了，我打死了。大小姐啊，要不你睡地上吧，地上干燥，我撒过药了，不会有虫子了。这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和女孩子睡一间屋子，这怎么睡得着啊？姑娘啊，还没过门就留在家里，多不好意思啊！哎，没事，不要拘束我，就当在自己家里。哎，拖车来了，那直接走吧。叔叔阿姨再见。有钱人怎么会来这里呢？你认识我？我不认识你，但是啊，前一段时间你在鬼市花了500，切出了价值3000万的翡翠，我们老板想请你做客。这老头到底什么来路啊？前几日的事情居然被这种背景深厚的人知道了。你们老板什么人啊？我们老板是鬼市天宝阁的掌柜，十分的欣赏您，不知道您能否赏面亲自去一趟？我这上午还有事儿。哎，小友，你放心，天黑之前我保证把您送回来，不会耽误你时间的。而且我们老板还说1天出场费给10万块，怎么样？既然对方如此有诚意，那我也不好推辞了。行，那我收拾一下。走。卢小友，以这种方式请你过来，实在抱歉。没事儿，反正你们也付过钱了。卢小友如此心直口快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今日请你前来，确实有事相求。这个是我前几日托人买下的料子，不瞒你说，我花了4000万。曾经有人出高价购买，不过被我拒绝了。天哪，有钱人过的什么生活？一块石头4000万，就算是黄金也不是这个价啊！小友，你能帮我看看这料子怎么样吗？好，既然唐小姐那么器重我，那我就献丑了。难道这料子是废料？这料子怎么样？名称翡翠原石，品质下等。这料子果然是废料。唐小姐这个料子，不可
可能，我请过专家鉴定，这料子切开至少价值1个亿。唐小姐，你是被人骗了。空号，来人，把这料子给我切开。怎么会这样？没想到玩鹰的，最后被鹰啄了眼。那个鉴宝大师，居然是假的！唐小姐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帮你看看。陆小友，莫非还懂医术？我曾经也是医科大学毕业的。需要脱衣服吗？把脉就行。那麻烦你了。病因乳腺疾病，治疗方法疏通血脉。唐小姐，你最近是不是胸口时常发闷，晚上睡不着觉多梦，而且月经也不调？这是乳腺疾病，要是不及时医治的话，很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。怎么会？那你能帮我医治吗？那当然，只不过我今天出来的匆忙，没有带针灸器具。小友，我们去这里吧。行。这黑色的血液，就是你郁结的气血，释放完，你的病就好了。好了。卢医生，辛苦了，你先稍作休息，我去简单洗个澡。卢医生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，我的胸口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通畅。没事，应该的。卢医生，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不过只要是我唐嫣然能做的，我一定帮你办。他们已经付过钱了。要不，卢医生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卢医生，你今天不仅帮了我大忙，还治好了我的身体，我送送你吧。正好有事情想跟你聊聊。走，那我们上车吧，请。卢先生，我就直说了，我想让你成为我们天宝阁的鉴宝顾问，年薪100万，您看怎么样？唐姐，这事儿我干不了。卢先生，您太自谦了，以你的医术和鉴宝的本事，绝对能胜任这份工作。我真的希望您能成为我们天宝阁的顾问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00万，年薪加提成，怎么样？其实啊，我还是喜欢治病救人。至于鉴宝什么，我真不感兴趣。而且每天还要上班打卡，我也受不了约束。您误会了，卢先生，您只是顾问，需要的时候来一趟就行了。平日里我们不会打扰你，而且以您的医术，将来肯定是要开诊所或者医院。如果没有钱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倒也是，条件听起来确实很诱人。你确定平日没什么工作吧？不仅没有工作，我还可以先给你100万的定金。行，我答应你。今天太匆忙了，明日我亲自带合同来拜访。你太客气了，唐小姐，谢谢你来送我。是您太客气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你叫我嫣然就好了。好，那嫣然小姐，我先走了。好嘞。这才开业几天啊，就这么多人啊！还不是你的养颜丹功效惊人，这些顾客都怕来晚了买不到。不过这养颜丹功效确实厉害，现在需求越来越大，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现在养颜丹的制作原材料已经够齐了，好多药材店都是缺货种的。销量快是好事，只是这原料搞不齐。如今想发展起来，不如靠自己。以后在后山上种养颜丹的材料，后山很多空地是没有归属的，用来种药材再合适不过了。现在养颜丹严重告急，只能限量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大小姐您就放心吧，自从打了通背诀以后，体内就在慢慢孕育灵气。原本需要一定周期的植物，到灵气的催熟下，周期大打折扣，种植药材也不在话下。你小子眼瞎啊！晶晶，你看这傻小子撞了我还不道歉，赶紧给他开了，到时候我再给你找一个更合适的员工。
这位是我的股东，占比40%的股，而且我的养颜丹也是他提供的。你觉得我有资格开除他吗？养颜丹是你制作的？哎呀，我一看小哥就一表人才呀，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是我有眼无珠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呀。你上我这儿来做什么？我这次来就是跟2位谈合作的。什么合作？卢先生，我在这个县城开了好几家连锁的美容店，只要你愿意把养颜丹放在我这儿卖，那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到时候我给你60%的提成点。周大炮，你为了挖我的人真是不择手段啊！晶晶，你别生气，这做生意嘛，当然有钱一起赚的，对不对？晶晶小姐的美容院拥有独家代理权，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。你难道不想挣钱啊？想啊，但是我不想赚你的钱。你小子，你别不识相！你别以为你的产品销量好就可以在市场上无所畏惧了啊！你信不信半个月之内没人再敢买你的养颜丹？到时候你可要跪下来求我都不行。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县城的美容店里面，我可是龙头老大，所有人的店都得听我的。你得罪了我，到时候我让你的养颜丹卖不出去，全部都烂在你手里面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情咱们没完。这才开业几天呀，我们就得罪了行业龙头，这以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就放心吧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去接些原材料了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什么时候起有他在就好有安全感？你走吧，没货了。就算有货也不会卖给你的。老板，这啥意思啊？你要是药材涨价了，我可以加价呀。哎，你走吧，不是钱的问题。有货他都不卖给我，难道是刚才那个胖子搞的鬼？算了，先回家再想想办法吧。你们这次做的不错啊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子从哪儿进货。没有了原材料，他就做不出来养颜丹。老大，王晶晶那娘们儿今天关门了，看来是没货了。您真是太厉害了，手眼通天啊！哼，就这小子也敢得罪我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老大，虽然他们现在暂停营业，但要是卢小家把货送过来的话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开下去的呀。怕什么？这些女人可都是吃了养颜丹的呀，她们已经同意诬陷卢小家的养颜丹有过敏反应。到时候我看看谁还敢买她的养颜丹，而且我已经打点好了质检部门了，到时候我定让她无路可走。高啊，大哥，真是高。慢点吃，小心别噎着了。好吃啊，嫂子做的饭天下第一，我以后要吃一辈子。嫂子恐怕以后不能再给你做饭了。为什么？我这以前还能到镇上去卖卖菜，补贴家用。咱们这不是把亮哥得罪了吗？我以后也就不能再摆摊了。我这也总不能天天在家闲着，我就想着到镇上去找个工作。我给你转了10万块。你这是干嘛？嫂子，我知道你闲不住，这10万块钱呢，就当我借给你的启动资金，去开个小卖铺，这样你就有事干，又能补贴家用。小佳，我这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哎，嫂子，这钱呢，就当是我借给你的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嫂子，你怎么这还哭了？我没事儿，我就是自从老公死了之后，我一个寡妇，天天被人说闲话，也没人愿意和我做朋友。谢谢你啊，小佳。嫂子，你对我们家那么好，我给你开小卖部那都是应该的。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努力，带领着村里的人啊，一起赚大钱的。嫂子，别这样，让村里人看见多不好。你这小家伙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。你对我这么好，该不会是对我另有所图吧？冤枉啊，嫂子，我可是正人君子啊。你这小子，嫂子可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不过兴许哪天我高兴了，可以小小的奖励你一下。
我这就去盘个店铺啊。我送你。唐小姐，你咋来了？实不相瞒，今日前来是请你去救我的父亲。这张卡里有50万，只要你能救我的父亲，再多的钱我都给你。唐小姐，你呢？之前都没少帮我，今天啊，我无论能不能救你父亲，我都不会收你的钱的。陆先生，你不用担心，这50万定金，不管你能不能救我父亲，都是你的。陆先生，我知道你医术高明，你肯定能治好我父亲。如果你这会儿有空的话，我希望你能跟我去看看我父亲。行，我现在就跟你去，但是这钱我不能要。啊，走吧。请。唐小姐、卢医生，你们来了，老爷正在房间里，田主任正在给他治疗。这边请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田副主任，卢小佳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当初要不是因为田超和田斌有关系，田斌也不至于给我开除，害得我连实习证明都没拿到手。田医生、卢医生，你们2个认识？唐老爷，这小子在我们医院实习，上班期间调戏我们医院的女护士，所以被我开除了。唐小姐，你不会请他来给唐老爷看病吧？不行吗？唐小姐，你没有搞错吧？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我开除的实习生，你觉得他能救得了你父亲？像这种道德败坏的半吊子，你觉得他行吗？可是方圆百里的人都觉得他是神医，更何况他还救过我，帮我治疗过，我觉得他很厉害。那又如何？小病小痛的他可以，可碰到棘手的病例，他行吗？有病啊，就得去大医院。这种江湖术士有什么用？小子，唐老爷可不是一般人，你觉得你能救得了他？可不要在这里班门弄斧，不然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现在滚，还来得及。卢医生，这种人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姓田的，你说我没有本事，我倒要让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本事。嘿，臭小子，你都被我开除了，说话还这么硬气？我嘴硬不硬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这还用说？我要是没能耐，唐老爷会请我来吗？你要是真能把唐老爷子治好，那唐小姐还请我干什么？自己不行还找那么多借口。你这个混账，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吗？是骡子是马，咱们出来溜溜。不过我看你就是个骡子，唐老爷子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唐老爷子，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，你的病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治好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姓田的，你给我好好看清楚了，唐老爷子脸色已经发黑了，再这样下去就要毒火攻心了，到时候根本就不是你能救得了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敢教训我？赶紧滚！你救不了的，我能救。你要是能治好，你就是我爸爸。我可没有你这么无能的儿子。你这个混蛋！够了，不要吵了。既然我女儿请他来，我相信肯定有他的道理，让他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唐老爷子，既然您相信我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年轻人，我对你很有信心啊。臭小子，等会儿出了事儿你就死定了。想挣这个钱，我怕你有命挣没命花呀。唐老爷子，您的毒素啊，已经向心脏开始蔓延了。不过没事儿，我会想办法把毒素逼出来。
用不了1个星期您就能变正常了。哈哈哈哈！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！臭小子，你说话不过脑子吗？就凭你也想治好唐老爷？别把别人都当傻子行吗？像你这样的蠢货，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你能理解得了的。自己没本事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唐老爷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这是在耍你啊！爸，卢医生确实很厉害的，我之前的隐疾就是他治好的。我觉得你大可以放心，或许他真的有办法呢。既然如此，卢医生，开始吧。不可呀，唐老爷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田医生，如果你再废话，我会把你赶出去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治疗的。华而不实的东西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这种江湖骗子根本治不好唐老爷的病。就你这种水平，还想治病救人？省省吧，趁唐老爷还没有发火，赶紧滚！你知道你是在干嘛吗？你给唐老爷放血，你这是要害唐老爷！唐老爷，快把他抓起来，这简直就是谋杀呀！你给我闭嘴！好神奇呀！我感觉腿部有感觉了，我的胸口也没那么疼了，这伤口的淤青也彻底退去了，好神奇呀！不可能，唐老爷，你是不是被他骗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我感觉能错吗？以前的不适感全部消失了，浑身舒畅起来了，感觉像重生一样。这小子对我做了什么，竟如此神奇？不可能，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的腿不疼了，我居然能站起来了！卢医生，你简直就是神仙下凡呐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呀！卢医生，你太厉害了，谢谢你救了我父亲。田斌，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唐老爷子的腿上本来就是已经有毒素了，要不是我刑侦把毒素逼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要说是庸医的话，我看是你才对吧？你这么没本事，简直就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侮辱。自己救不了唐老爷子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，简直对医生这个行业太侮辱了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，这件事咱俩没完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今天的事儿还没完呢，你走不了。唐小姐，你想做什么？卢医生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这样侮辱我的贵客，我很生气。今天你不道歉，你走不了。你以为我唐家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什么？你让我给他道歉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卢医生，对不起，这次是我有眼无珠了。卢医生，需要他给你下跪吗？需要。你小子别欺人太甚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还不快滚！唐老爷子，您的这个病啊，刚刚好，不宜啊过量运动。我再给你写个药方，到时候啊，你吃上半个月就能跟正常人一个样。没想到卢医生年纪轻轻，医术竟如此了得呀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爸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卢医生很厉害的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啊，对了。
卢医生，这是之前准备的，您还是收下吧，我们以表心意。对了，卢医生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和田医生的关系如此不好？他好像恨不得要杀了你似的。当时啊，在他们那个医院里边实习，然后他们非得污蔑我说调戏护士啥的。啊！嫣然，你现在给滨江区医院院长打电话，去实名举报，让他开除了田斌。另外，告诉所有的医院，都不能录用这个人渣，不然的话，我唐家绝对不放过他。嗯，我正有此意。卢小佳，你这个混蛋，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。田主任，院长让你找他，什么事情？不知道，不过很着急，只是说让你赶紧过去。哎，院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你被开除了，还有你的那些亲戚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那家伙叫田超是吧？还有他女朋友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得罪了唐家，哪个医院还敢收留你？刚才唐国华亲自给我打电话，你要是还留在这个医院，我这个院长也不用当了。你敢开除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知道有多少医院想挖我吗？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！现在谁来要你，唐家都不会放过他。这么说吧，你一定被全行业封杀了。赶紧起来收拾收拾东西走吧！谁让你这么倒霉得罪唐家的？你们来干什么？卢小佳，你真是能装啊！如果我们不来你们村儿，还不知道呢。你们知道啥呀？我们都知道啊。上次啊，是你嫂子假扮你女朋友，你就是个单身狗。我们不来，还不知道呢。就是，差点都被你骗了。有钱了又怎么样？不还是没有女朋友吗？屌丝一个！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呢就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你了。你俩就是为了这事来的？我们就是来羞辱你的。谁羞辱谁还真不一定呢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个叔叔田斌？他呀已经被医院开除了，而且被所有医院封杀了。封杀？我还以为你们是知道这事儿过来求我呢，看来你们啥也不知道。你胡说！我叔叔可是主任医师，怎么可能啊？就是，别在这故弄玄虚了。是医院打来的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哎，县市报马上就来了。哎，你俩当初把我赶出实习医院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也会被扫地出门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开除我们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喂，我怎么被医院开除了？啊，叔叔你也被医院开除了吗？还被封杀了？都是因为卢小佳。这可都是你们自找的啊！没事，赶紧滚蛋！怎么样啊？你们还觉得是我的对手啊？你给我等着！你这个农村狗！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我去给你做饭了啊。嫂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一直躲着我呀？没有，你别瞎想，我没躲着你。是不是别人跟你说了什么闲话？我怎么感觉这次回来，你对我态度变了不少？不，没有。我不管别人说什么，而且你都已经单身了，怕什么？小佳，你不懂，你还没结婚呢，我不能害了你啊！我是个寡妇，你还没结婚呢，咱们俩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，不然村里的人会说闲话的。还有，你给我钱开店那个事儿，村里人都在议论，我就索性把店关了。我还是得好好想想以后的事了啊！小佳，爹，咋了？小佳呀，
开小卖部的事儿，我知道了。人家毕竟是个寡妇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要注意点影响。爹，翠莲嫂子帮了咱们家这么多，我给她钱开个小卖部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是，你说的没错。翠莲这丫头确实不错，但她毕竟是个寡妇。这村里边的人，这闲言碎语太多了。那他们说就让他们说呗。那城里边的人很多都离了婚，不照样过得好好的？咱们以后就不听别人叫声根不就行了？反正，人言可畏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不好了，小佳，美容店被人砸了！不好了，小佳，美容店被人砸了！爸，我知道美容院啊。你们如果再敢开门卖什么养颜丹，下次砸的可就不是这些东西了。王老板，别冲动，他们可都是青龙帮龙哥的手下，和他们结下梁子得不偿失啊！别让我再来第二次，让你们这个店从此在这个城市消失。走，小子，不想死赶紧滚开！给我上，打死他！小佳小心！小佳小心！你好厉害呀，小佳！怎么样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儿，对付这几个绰绰有余。这到底咋回事啊？被砸成这样！他们几个一进来就开始疯狂打砸，还说让咱不要在这儿开店，不能卖养颜丹。谁让你们来的呀？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你说不说？我招了，我真招！是周大胖，是他找我们老大，让我们砸你们店的。又是周大胖，他自己找死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先生，咱们这次损失多少钱？这店里都得重新装修，大概10来万吧。听见了吗？得10来万啊！好，10来万，10来万，快！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大哥，这是5万块钱。赶紧滚！走。姐姐，我还有事，这个先交给你了啊。龙哥，多谢你帮我这个忙，这是孝敬您的。哎呀，举手之劳而已了。不好了，龙哥，怎么回事？本来我们去砸了王晶晶的店，一切顺利，突然来了一个傻小子，还把我给揍了。龙哥，可能就是卢小佳。卢小佳，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得罪了青龙帮，那就是找死。龙哥，那小子老嚣张了，他上次打我。我说我是龙哥的小弟，他说龙哥是个屁。龙哥，他也太不把你放在眼里边了吧？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！嗯，那就给这小子给我找出来！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！嗯，那就给这小子给我找出来！我就要让他知道得罪青龙帮的下场。不用麻烦了，周大胖，你这个阴魂不散，给过你机会啊，自己把握不住啊，那我这次不会轻易饶过你。龙哥，就是他！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懒得搭理你，不想死的话就不要多管闲事儿。你少来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聋了吗？我让你滚远点，不要多管闲事儿。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，留口气就行。我告诉过你了，让你不要多管闲事儿。你要干什么？周大胖，既然你一心寻死，那来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是我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我错了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大哥，我给你磕头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大哥。那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以后再也不去找你们麻烦了，大哥。这可远远不够。我给你钱，我给你100万，卖我的狗命行吗，大哥？我也不差钱啊。这样吧，你把你名下所有的美容院全部转让给王晶晶。我也不会赶尽杀绝。你给个市场价，我不会让你白白转让的。行哥，我现在就去办，谢谢大哥。
你想报仇啊？不，我怎么敢对您动手？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有屁快放！这江湖上规矩都是实力为尊，今天您的实力深深折服了我，以后我想跟着您干，以后您就是老大，快！你想让我收下你们吗？对，陆大哥，我想让您收下我们，以后您就是老大，以后您说什么，我们绝无二话。好了，我呢就姑且收下你们，但是我对青龙帮可不感兴趣。你们以后不许做坏事，好好做人，知道吗？要是让我知道了你再胡作非为，一定饶不了你们。好，知道了。走了。小佳，你可来了！这周大胖一直在咱们背后捣鬼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居然要把他所有的美容院低价转让给我，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你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只要小佳在身边，就十分有安全感。陆老大，我已经按照市场最低价把门面全部都转给了晶晶老板，你看也没什么事情，我可以先走了吧？去吧。小佳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周大胖这么怕你？可能是他良心发现了吧。一定是小佳在背后做了很多事。小佳，谢谢你。这段时间如果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有你在。虽然这钱有一半是贷款的，不过我相信我们俩肯定会越来越好。晶晶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呢就回去继续做咱的产品，你就负责管理一下周大胖转让给你的门店。嗯，走了。小佳，真的谢谢你。自从成了寡妇，我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。谢谢你，让我重新感受到家的温暖。真的谢谢你。嫂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里，等我有了钱，我去城里给你买大房子，那里不会有人认识你，也不会有人再蛐蛐你，你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翠莲姐，你又不开心了？没有，我挺开心的。你放心吧，翠莲姐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小佳，快来吃早饭了。嫂子，你做的饭看着就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，我一会儿还要去小卖铺，我现在还要把小卖铺接着开下去。这才对嘛！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咱俩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嗯，你吃啊。晶晶，怎么？是美容院又出事了？当然不是啦，我想请你吃饭啊。上次你帮了我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。行，那个我去城里找你啊。这什么菜啊？这么贵？最便宜的也要288。这个，哦。别愣着了，来尝尝这个，很好吃的。真不错啊。糟糕，这样不就和他间接接吻吗？哎呀，这菜太好吃了，我都给忘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去上个洗手间，你不用等我了。小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你能不能找一下我的手账吗？小妹妹，你看不见。我呢是个医生。
我可以帮你看看，没准能帮你治好。真的吗？可是我的眼睛是我小时候出车祸才导致的双目失明，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解决。后天事故，那视神经应该没有完全坏死，还有救。小妹妹，你的眼睛神经还没有彻底坏死，还有治愈的可能。不过我今天没有带仪器，我可以教你一套按摩的手法。好。这眼部啊，周围有9大重要穴位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些按摩穴位的顺序。你自己试试。大哥哥，感觉到了一股暖流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婷婷，你在哪儿？大哥哥，我姐在找我，你能送我过去吗？婷婷，姐姐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你跑哪里去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刚才不小心摔倒了，是这个大哥哥救了我。刚才呢，是我自己没注意。大哥哥，你说你是医生，答应好要帮我治眼睛的，你明天能来我家吗？婷婷，行，我答应你，明天我一定去。姐姐，大哥哥，这上面有我家的地址，我明天在家等你。行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婷婷，你刚刚说他可以医好你的眼睛，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他刚才教了我一套按摩手法，还说可以通过针灸让我重见光明呢。希望是真的。你好，婷婷，你住这里吗？是的，大哥哥，你进来吧。好。有钱人真幸福，一出生就在罗马，我努力一辈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赚到这么多钱。大哥哥，快跟我进来。大哥哥，我妈妈今天要举办一场宴会，只能先让你在我房间给我治眼睛了。你的房间布置得很可爱嘛。对了，你的眼睛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按摩呀？自从大哥哥给我按过后，好了很多，但是一觉醒来后又没有感觉了。没事，别担心，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治疗的，我保证今天就给你治好。我再帮你按。好。大哥哥，我又感觉到一阵暖流了。你放心，今天一定让你重见光明。我相信你。怎么样？大哥哥，你也辛苦了。现在下面的宴会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这不太好吧？我又不是你家请的客人。你是我邀请的呀，走吧。大哥哥，我想先上个厕所。大哥哥，我想先上个厕所，你在这儿随便吃，随便玩。行，那你慢点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大哥，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宴会开始吧。不急，重要的客户还没到，等一下秦先生就到了，再等等。是隔壁县城首富秦海涛。没错。赵大哥，今天是你举办的宴会，本来我不想扫你的兴，但是有不知死活的人来这里捣乱。怎么了？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农村人，有些不懂礼貌，在贵宾区里晃来晃去的。如果要是得罪了您尊贵的客人，那丢的可是您的脸。我邀请这个人了吗？那肯定没有啊，就是一个厚脸皮、蹭吃蹭喝的农村人罢了。李少爷，你说话有点过分了吧？大哥，这个人叫卢小佳。卢小佳，你小子死定了！卢先生你好啊，真没想到你能参加我们的宴会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赵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我呢提前祝您宴会成功。谢谢你，小伙子。这年轻人倒是有我几分年轻时的样子，
况且还是我女儿喜欢的剧。李少爷，你想挑拨离间，也要动动脑子。卢先生是我亲自邀请过来的，你是看我老糊涂了，还是要左右我？小伙子，我先去招待客人了，你随意。卢小佳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在众人面前出丑的。好，我等你。秦先生，你来的正好。只有秦海涛这样的顶尖人物，才能和赵天南坐一起吧？是啊，我们只能站着看着。不过即使这样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人物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。不过，同为4大家族，只有李家大少爷能够坐上那张桌子了。现在立马给我滚蛋！我看该滚的人是你吧？能够和赵天南还有秦海涛坐在一桌的人只有我，你配吗？所以赶紧滚蛋！大哥哥，你在哪儿？快过来！小姑娘，斯文点儿，爸爸替你去叫大哥哥。卢先生，我女儿叫你过去，麻烦你了。赵先生，您客气了，请。王小姐，请。啊，我也可以啊。一起吧。赵先生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入座吗？你父亲来了可能行，你恐怕不行。我可是李家的大少爷，为什么连跟你坐在一起的资格都没有？他这个土狗凭什么有资格？更何况秦先生可是滨江市首富之一，他和这种土狗坐在一起，那不是辱没了秦先生的身份吗？是呀，这卢小佳这么年轻，怎么有资格和这群大佬坐一起的？他的穿着打扮可不像是城里人，应该是农村来的吧？怎么有这样的资格？他的地位可不够格。不要想多了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也是从农村出来的。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。秦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卢小佳，你个扫把星，一定是因为你秦先生才吐血。闭嘴！我是医生，我先看看秦先生怎么了。哼，你个土狗还是不要帮倒忙了，赶紧打120，现在还有机会，不然的话，秦先生会被他害死的。就是啊，这个时候还是不要胡闹了。你怎么可能救得了秦先生？赶紧打电话叫医院的人来吧。卢先生，我打电话叫医院的人来吧。臭小子，你还是省省吧。你再说一句，信不信我割掉你的舌头？不行，秦先生现在情况危急，生命气息越来越微弱了。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，恐怕人送到医院就已经死了。爸爸，这个大哥哥可厉害了。本来我的眼睛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，但是他教了我一套很特别的按摩手法，现在我感觉我的眼睛很舒服，而且还有一股暖流。我现在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那些模糊的东西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的眼睛有了感觉？对。卢先生，人命关天呐，你能有把握吗？人命关天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病情：突发性脑梗，治疗方案：疏通脑血管。秦先生是急性脑梗，3高是罪魁祸首。想必秦先生平常喜欢抽烟喝酒，吃油腻的东西吧？是啊，我一直控制，平时让他少抽烟少喝酒，平日里油腻的东西也是开始少吃。臭小子，你说的倒挺像回事儿，不会是在胡编乱造吧？卢先生，您真的能救我丈夫吗？不然还是打电话叫救护车吧。就是啊，这毕竟是条人命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这位女士，您放心，我呢有办法让秦先生很快醒过来。哼，就你一个农村来的，你懂吗？你可真会吹牛啊！哟，针灸，你真懂吗？你在这装神弄鬼，小心害了别人的性命。我看还是赶紧打电话叫120吧，不然秦先生的命可就危险了。陆小佳，你这是在等死，你是在谋财害命，警察一定会把你抓走的。接下来等待你的将会是牢狱生涯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不可能，秦先生一定本来就没有事情。陆小佳这个小农民怎么会有如此的本事？秦先生，你没事吧？陆先生，太谢谢您了，是你救了我的命啊！这医者仁心嘛。那既然遇到了，我自然会出手。
您不必放在心上。卢医生，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医生实在是太少见了，真的谢谢你，我秦海涛欠你个天大的人情。李家大少爷真是个跳梁小丑，怎么还在这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？就是啊，这种人没什么本事，就是进了李家才敢如此耀武扬威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李小松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你赶我走？你觉得你还有脸待在这里吗？一直在捣乱。如果不是看在你是李家人的份上，我早就让保安给你赶出去了。行，你们真行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卢医生，这个是我的私人电话。之前你们开店，王小姐在我这里贷过款，今天你出手相救，那我们的债务就一笔勾销。我还听说你在种植药材，想大批量生产养颜丹，如果需要资金支持，我秦某人一定义不容辞。秦先生，我正为这事着急呢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有你这笔投资的话，我相信我们的养颜丹肯定能一路长红。罗医生，我先回去休养休养，不陪你了。走吧。陈小姐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要不留下吃个晚饭再走也不迟。是啊，大哥哥，你就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今天实在是有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婷婷，哥哥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。等过几天，我再来为你治眼睛，保证让你重见光明。小佳，你回来了。小佳，你回来了。看来你不光招小姑娘的喜欢，还招小寡妇的喜欢。小佳这么优秀，喜欢她的人多了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寡妇怎么了？寡妇知道疼人，不比你强。你哪里比我强了？我年轻，我温柔，我还能帮小佳赚钱，不比你强。嫂子，婷婷，咱们有话回屋说。不行，你必须说清楚，我们俩谁对你更好？小佳，你忙了一天累了吧？嫂子给你捏捏。我也会。好，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，都好。